这是一部堪称近年来画风最妖艳的都市驱魔剧。它不仅有妖艳的女子朝天祈祷，上百名日本和尚、道士和神婆更是一应俱全，震天的鼓声和咒语都只为了对战破己魔。这究竟是个什么鬼呢？嘘，小点声，他来了。在一场黑色的葬礼中，小帅第一次听说了破己魔这个名字，但相传这只是大人们用来吓吓不听话的小孩子。小帅的孩子也即将出生，但这种欢快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。不仅酒杯被打翻，家里的护身符也碎成了4瓣，就连同事跟他打了声招呼，立马肩膀上也变得血流如注，在医院里更是变得疯狂喝水，喜欢阴暗。但很快他的女儿出生了，小帅高兴的连发了上百条朋友圈，把不好的事都忘在了脑后。可人们眼中的超级奶爸，每天除了发送上百条的朋友圈，家里的事他一律不管。这天回家的小帅看到碎落一地的灵符，他赶紧跑进屋内，看到老婆抱着女儿在厕所哭泣。可他的民俗学朋友明确的告诉过他，这种东西只存在寺庙的画像上，现实中不存在的呀。但电话还是不合时宜的响了，他踉踉跄跄的走过去，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了恐怖的声音。他再次找到朋友，一定要给自己找位驱魔师来驱魔。虽然眼前这位有点像杀马特，小帅还是在家换上了新的灵符，但灵符很快断裂，家具也倒成一片。驱魔师耳鼻出血，跪倒在地。还好这次他回去了。红毛姐姐来了电话，告诉小帅接近他的东西非常凶恶，自己的妹妹根本镇不住他，便介绍了一名资深的鬼婆给他。电话又响之后，鬼婆告诉他只能听着，千万不能说话。一开始是女儿的声音，放下警惕的小帅本想说话，但被朋友止住了。那声音也变成了死去外婆和同事的声音。最后小帅忍不住反驳了一句，破了功的鬼婆马上断掉了一条手臂。小帅眼前也有个小女孩跑过，但只留下了一条血手印。鬼婆让他赶紧回去看好家人，但在车上他突然接到了驱魔师的电话，殊不知他现在做的都是破己魔设下的圈套，马上他就要命丧黄泉。男人把盘子和碗里都倒满水，再把刀具和尖锐的物体都包起来藏好，最后就连块镜子也要全部打碎，一块都不能留。小帅说按照你的指示全部布置好了，大门也打开了，但忽然座机也响了，那头居然说他才是驱魔师，让小帅赶紧离开。就算你现在没法离开，请拿着刀走到镜子旁边。可此时他已经全部打碎收起来了，破己魔也终于进来。小帅赶紧关上门，但2只巨大的血手印出现在门上。不久之后只剩下了被腰斩的小帅。但小帅死后，破己魔并没有放过这个家庭。阿香出去挡住之后让他俩快跑，可他们偏偏来到这阴气重重的公共厕所里。伴随着敲门声，女儿也发疯似的说起了胡话。突然门开了，露出了一只血红的眼，小美惨死在了厕所之中，只剩下一双诡异的红色鞋子。岛国最强的驱魔师也已经联系上省长，要以瓦斯泄漏为借口疏散整个地区的住户，请来包括日本和尚、日本道士、韩国萨满在内的上百号人马来对战难缠的破己魔。可他们还没到地方，巨大的血手印就按了上来。车子翻了之后，本来还没凉透，居然又被大车压成了面粉。日本和尚吓得兵分4路下车，一定要保障有1人能安全到达，确保现场仪式能如约举行。这是一场盛大的驱魔仪式，妖娆的女子跳着奇怪的舞，周围震天的鼓声夹杂着和尚的念经声音，做法的道士和独臂神婆在舞台上念诵着巫语，灵台上诡异的黄袍道士也在跳着奇怪的舞，周围10里8乡也都是这种念着经的岛国道士，他们似乎在指引着什么东西的到来。屋子里东瀛最强女巫也早已到此，读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。但突然一旁的科学设备开始乱跳，那东西真的来了，木头碎了都是小事，那道士诵经的舞台都塌掉了，就剩下那独臂的神婆还能苦撑一会儿，可屋子里才是他最终的目标。封印着的女孩肉体，女巫拿起镜子照在她的脸上，突然一睁眼，那一排排的路灯都碎了一地。可跟随着她的咒语，那女孩的脸上也随之变得狰狞。一旁的妹妹却护住了女孩，她是无辜的呀，她也只不过是想获得大人的爱啊。就在这犹豫之间，破己魔也展开了反杀，瞬间天崩地裂，屋崩瓦解，把他们撞出屋外之后，他以一己之力对战破己魔，最后当然是小美赢了。小女孩最后跟他们2人生活在了一起。在整部电影中，破己魔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，只是在寺庙的壁画里以图片出示过一次。他利用的就是人们心中对家人的亏欠，达到了这种恐怖的效果。人只要做事无愧于自己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之说。